你以为自己在等，等一个时刻，等一个结果，等一切准备好。你会想，再一下就好了，再多一点条件，再确定一点方向。这些等待看起来很合理，像是在为未来做准备，但某个地方开始有点停住。你没有真的往前，只是一直在靠近那个还没到的状态。你开始觉得，是不是少了什么？是不是还不够？所以才还没发生。这个想法让你继续等，继续调整，继续准备，像是只要再多一点，那个结果就会出现。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因为完成，而是因为你忽然感觉到一件事。你一直在等一个状态，但你没有注意到，你现在的每一个选择，其实都在形成那个状态。你不是站在外面等，你一直在里面，只是你没有把现在当成一部分，你把它当成过渡，当成还没开始。但现在，你开始看见，你怎么想，怎么选，怎么回应，其实都在靠近某一个样子。那个样子不是未来才出现，它正在慢慢成型。在你现在的每一个瞬间，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是那个状态，我现在会怎么做？这个问题让你停住，因为它把你从等待拉回现在。你没有立刻改变一切，你只是多看一点，你现在的反应是不是在靠近你想成为的那个人，还是只是停在原地等？这个看见很直接，没有评价，只是清楚。你开始做一些很小的不同，不是为了加快结果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把现在当成等待，你开始把现在当成一部分。你不再只是想象未来，你开始在现在活出一点点那个状态，一点就好，不需要完全，但是真实。慢慢地，你开始感觉到不同，你没有那么焦急，没有那么在意什么时候会到，因为你已经不只是等，你在成为。这个转变很安静，外面没有立刻改变，但你里面不一样了。你不再站在门外看，你在里面走。而当你走，那些原本看起来很远的东西开始靠近，不是因为它突然出现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在那条路上。你再次看向那个你以为要等的结果，它还在前面，但不再遥远，因为你已经开始成为它。在每一个你选择的当下，你一直在等一个时刻，一个突然不一样的开始，像是有一天，一切会变清楚，变顺利，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你会想，等那个机会出现，等状态更好一点，等某个条件刚刚好。这些等待让你有希望，也让你暂时不用动，因为还没到那个时候。你站在这里，看着未来，想象那个会改变一切的瞬间。你相信它会来，只是还没到。但时间过去，那个瞬间没有出现，或者出现过，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。你开始有点疑惑，是不是还差什么？这个问题让你继续等，继续准备，继续期待。你忽然停下来，
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。你一直在等一个外面的开始，一个从外面进来的改变，但你没有看现在，你没有看你自己，你一直站在这里，以为自己还没开始，但其实你一直在，你一直在做选择，在回应，在生活，只是你没有把这些当成开始，你把它们当成准备，当成还没到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没有那个奇迹，我现在在哪里？这个问题让你安静，因为它把所有期待拿掉，只剩下现在。你没有立刻回答，你只是看你现在的状态，你怎么想，怎么行动，怎么面对事情，这些你每天都在做的事，它们其实正在形成你的路。你忽然明白，奇迹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，它不是突然发生，它是慢慢堆出来的。从你现在开始，从你怎么看自己，怎么对待自己，怎么选择下一步。你不是在等它来，你本来就在里面，只是你一直把自己放在外面，等一个开始。现在，你没有在等，你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讯号，但你多了一个感觉，你就在这里，你可以动，你可以开始，不是之后，不是更好之后，而是现在。你没有做很大的改变，你只是做了一个很小的选择，用现在的自己往前一点点。那一刻，没有奇迹，但有开始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在等的那个起点，从来没有缺席，它一直都是你，只是你现在才愿意站上去。你又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，不是刻意，只是事情发展到最后，总会变成这样。你一开始其实有不同的期待，你希望事情可以不一样，关系可以更轻松，结果可以更靠近你想要的样子。你也有试着改变，调整说法，换一种做法，甚至提醒自己不要再重复。但某个时刻，你又发现，你站在同样的位置，面对同样的感觉，你会愣一下，怎么又是这样？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次，不是抱怨，比较像困惑，因为你真的有在改，但结果却很熟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，还是还不够努力？你会想再修正，再试一次，让下一次变得不一样。但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你忽然注意到一件事，这些一样的结果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不是外面，是你，不是指责，只是看见每一次你走进去的方式，其实很像，你怎么开始，怎么回应，怎么做选择，那些细节都带着一种熟悉的节奏，你以前没有注意，因为你把焦点放在结果。现在，你开始往前看，看那些还没变成结果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做什么。你忽然发现，你不是在吸引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在重复你习惯的方式，而那些方式会自然带你到熟悉的地方。
不是因为命运，而是因为路径。这个理解让你安静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外在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需要责怪的地方，它只是显示你一直在用同一种方式生活，而那个方式会带来相似的结果。你没有立刻改变一切，你只是多停1秒，在下一次你又要用那个熟悉方式去回应的时候，你没有马上跟上，你只是问自己，我现在是不是又在走同一条路？这个问题很轻，但让你看见那个你原本没有意识到的动作。你开始有一点空间，不是很大，但足够让你选择要不要照原本的方式走。这个选择很小，但很关键，因为它会带你到不同的地方。你没有变成另一个人，你只是开始改变一点点习惯，那种反应的方式，那种看事情的角度。慢慢地，你开始走出一些不一样的路，结果还没有完全改变，但你感觉得到方向不一样了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以为自己在等新的结果，但其实你一直在走旧的路。现在你没有再完全照着习惯走，你开始有一点新的选择，而就在这里，那些不同的结果才有机会出现。那一刻看起来很随机，像是刚好发生，你刚好遇到，刚好连上，刚好得到。你会说运气不错，或者在另一种情况，运气不好，好像一切只是碰巧，没有规则，没有原因，只是刚好轮到你。你一直这样看，因为很多事情看起来真的没有逻辑。有些人很努力，却没有结果；有些人很轻松，却得到机会。你会觉得不公平，甚至有一点无力。因为如果只是运气，那你能做的好像不多，你只能等那个刚好落在你身上。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那些你以为是运气的时刻，其实都有一种感觉，一种你当时的状态。你回想那些事情顺的时候，你不是在用力，你比较开，比较放松，比较没有怀疑。你只是做，没有一直检查，没有一直担心，然后事情就接上了。你在看那些卡住的时候，你在抓，在确认，在控制，在怕出错。你很努力，但很紧。你开始发现，结果不只是外在条件，它也在回应你的状态。你不是用力就一定得到，你是在一种对的状态里更容易接上。这个发现很微妙，因为它不是直接的因果，不是做这件事就会有那个结果，而是你在什么状态，你就比较容易对应到什么。你忽然明白，那不是运气，那是一种对齐。当你在一个开放的状态，你比较容易看到机会，也比较敢接。当你在一个紧绷的状态，你会错过，甚至在机会出现时也不敢进去。你没有立刻改变，你只是多留意你现在的状态。你是在放松，还是在抓？
你是在流动，还是在控制？这些你以前没有看的东西，现在开始变得重要，因为你看到它们和结果的关系。你不再只等运气，你开始调整自己，不是为了控制结果，而是让自己更接近那个可以接住的状态。慢慢地，一些事情开始不一样，不是全部，但你开始比较常遇到那些刚好的时刻。你没有再把它们当成偶然，你开始知道，你正在对应。你再次看向那些你曾经称为运气的事情，它们还是看起来随机，但你里面很清楚，那其实是你当下的频率在回应你。你其实已经看过很多可能，也听过很多说法，有人说可以，有人说很难，有人说需要条件。你把这些都收进来，放在心里，反复比较，反复思考。你想找一个最合理的答案，一个可以让你放心开始的理由，但那个理由一直没有完全成立，总有一点不确定，一点你还没办法完全相信的地方，所以你停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你还在确认这件事值不值得，确认这条路会不会成功，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可以。这些确认没有错，只是他们让你一直停在门口。你没有后退，但也没有真的走进去。你忽然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。你一直在等证据，等外在先告诉你可以，你才愿意相信。但那些证据没有来，因为你还没有开始。你站在这个位置，等一个已经在里面的结果，来证明外面的起点。这个循环没有出口，你看见了，没有责怪，只是清楚。你没有立刻相信一切，你只是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如果我先相信一点点呢？不是全部，不是盲目，只是多一点点。这个问题很轻，却让你停住，因为它没有要求你完全确定，只是让你往前一点点。你没有在等全部准备好，你只是让自己多靠近一点。在还没有完全证明的情况下，你选择相信一点。那一刻，没有奇迹，没有剧烈的改变，但有一个很小的动作。你动了，你开始做，不是因为确定，而是因为你愿意在不确定里先相信一点。慢慢地，一些东西开始出现，不是结果，而是回应。一些你之前看不到的机会，一些你之前不会注意的连结，它们不是突然出现，它们一直在，只是你之前没有进去。现在，你在里面，你开始看见，你忽然明白，相信不是因为事情发生，而是事情开始发生，是因为你相信。这个顺序很不直觉，但很真实。你再次感觉现在，你还是会怀疑，还是会不确定，但你没有停住，你在走，带着那一点点的相信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发现一切真的开始动了。你以为你在选择机会，选择关系，选择方向，
你会看哪个比较好，哪个比较适合，哪个比较接近你想要的样子。你很认真，也很用心，但有些时候，结果还是很熟。你走进一段关系，走进一个环境，一开始不同，但慢慢地，又变成你熟悉的样子。你会想，为什么又是这样？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次，你以为是选错，所以你在选。换一个人，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方式，但某些感觉还是会回来。那些你以为已经离开的模式，又出现。你开始有点困惑，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？还是有什么你没注意到？你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看见一件事。每一次你走进去，你都是同一个状态。你怎么看自己？怎么感觉自己？怎么对待自己？这些没有换，所以即使外面不同，你带进去的东西一样，而那些东西会慢慢形成你熟悉的结果，不是因为你刻意，而是因为那是你最自然的状态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不是只在选择外在，你也在带着一种状态进去，而那个状态会影响你怎么看，怎么回应，甚至怎么被对待。你没有立刻改变一切，你只是多停一秒，在下一次你要进入某个选择之前，你没有先看外面，你先看自己。我现在是什么状态？这个问题很安静，没有标准答案，你只是感觉。你是放松的，还是紧绷的？是相信的，还是怀疑的？这些你以前没有看的东西，现在变得重要，因为你开始看到它们和结果的关系。你没有急着改，你只是开始调整一点点，让自己多一点稳定，多一点对齐，不是为了控制外在，而是让你进去的时候是不同的你。慢慢地，一些事情开始改变，不是外在先变，而是你在里面的方式不同了。你不再用旧的反应，你不再用熟悉的模式，你开始有新的选择，而那些新的选择开始带你到不同的地方。你再次看那些你曾经以为是吸引来的结果，它们还是发生，但你开始看见，它们不是随机，它们在回应你是谁，你所成为的状态，一直在决定你会走进什么。现在，你不再只看外面，你开始看自己，而就在这里，你真正开始改变你所吸引的一切。有一段时间，你很在意世界的样子，外在的变动，他人的情绪，环境的氛围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你。你可能没有刻意去接收，但它们还是渗进来，改变你的状态，让你时而安定，时而动摇。你以为那是正常的，因为世界本来就不稳定，所以你的起伏看起来也理所当然。但这样的日子久了，你开始感到疲惫，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跟着外在摆动，像一艘没有锚的船，风往哪里吹，你就往哪里去。你试过改变外在，试过远离某些人，试过让环境变得更单纯。这些方法有时有效，但只要情境一变，那种不稳定的感觉又会回来。
直到某一天，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，也许问题不只是外在太多变，而是你还没有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。这个想法让你慢慢把注意力转向内在，不是要逃离世界，而是想看看，在所有变动之中，是否有一个位置是不需要依赖外在也能存在的。一开始，你并不确定那个位置在哪里，你还是会被影响，还是会在某些时刻感到不安。但你开始在这些波动里多了一点点的停留。你会在情绪升起时，先感受一下，而不是立刻被带走。你会在外在变动时，提醒自己，先回来看看内在发生了什么。这样的练习很细微，却慢慢累积。你开始发现，原来稳定不是没有情绪，也不是外在完全平静，而是在变动之中，你依然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当这样的感觉出现，你与世界的关系开始改变。你不再那么容易被牵动，不是因为你变得冷漠，而是因为你有了一个内在的支点。这个支点让你可以感受一切，却不需要被带走。你依然会在意，依然会投入，但不再失去自己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外在的世界似乎也变得不同。那些曾经让你觉得混乱的情境，开始变得可以理解；那些让你感到不安的人与事，也不再那么具有影响力。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你看待他们的方式改变了。当你内在稳定，你就不再用不安的视角去解读世界。你开始看到更多可能，也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。你做选择时，不再只是反应，而是有意识的决定。你与人的互动也多了一份从容，少了一些紧绷。这样的你会吸引到不同的经验，那些与稳定相呼应的事物慢慢出现在你的生活里，不一定是完美，但更贴近你。有一天，你会在一个依然变动的世界里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容易被动摇了。事情依然会发生，情绪依然会流动，但你内在多了一个安静而稳定的空间。那个空间不需要外在配合，也不需要条件成立，它只是存在。当你站在那里，世界不再是一个需要对抗或掌控的地方，而是一个你可以自在流动的环境。你开始明白，稳定从来不是来自外在的秩序，而是来自你与自己的连结。当这个连结稳固，世界再怎么变动，你都不会失去自己。而当你不再失去自己，你看见的世界自然也变得稳定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